位於杭州郊區的良渚遺址公園是中國境內著名的考古遺址。這一集我將分享這個總面積34平方公里的景點怎麼玩。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y。良渚文化是距今約5300年到4300年之間，歸類為新石器時代的人類文明史。而良渚國家考古遺跡公園是良渚文化裡最具代表性的遺址。我們當天是從杭州市打車到公園入口，再到遊客中心用台胞證購票。因為這個遺址非常大，我會強烈建議乘坐園區裡的觀光車重點式參觀。但如果沒有大陸手機門號，觀光車票也要在遊客中心買，不然到了裡面是沒有辦法用微信買票的喲。園區內的交通也可以選擇電動車，但價錢是以小時計算，不是很划算。觀光車總共分成1號線、2號線和3號線這3條路線。1號線和2號線的路線雖然一樣，但行走方向是一個順時針，一個逆時針，而且人少的時候只會開1號線。3號線是區間車，只負責往返鹿苑和南門站。雖然觀光車停靠很多站點，但不是每個站都值得下車遊玩，而且一旦下車，很可能因為接下來的觀光車都已經滿座，變得無法再上車。所以接下來我將告訴大家有哪些站點值得和不值得下車。這些隆起來的小丘就是以前城門的位置，除了意象型的裝置藝術，沒有什麼特別，不值得下車。這裡有一個南城牆展示點，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地質層，是個特別挖出來展示的城牆，還能了解考古學家發現城牆的過程。而城牆框起了整個良渚遺址的範圍，是個值得下車的點。除非你對手作體驗有興趣，這一站有一些玉器、陶器之類的課程可以選，不然不值得下車喲。這個站點只能下車，不提供上車服務，主要是看宮殿巨型木構展示點。裡面說明了考古學家很幸運的在這裡挖到了埋了5000年、長達17.2米的木構，可惜展示點裡的木構是3D 模型，不值得下車。如果在宮殿巨型木構展示點下車，需要走到東城牆站才能上車。這裡雖然搭建了看台，但因為城牆沒被挖出來，所以沒什麼可以看的，不值得下車。這一站是良渚遺址的精華，莫角山宮殿的遺址，所以一定要下車。順着朝聖之路走，就可以看到宮殿的架構和原本宮殿內房屋的位置。在良渚遺址中最驚豔的發現，就是在當時已經有了複雜的水利系統，用來發展農業。而良渚城內宮殿區、內城和外城的結構，形成了社會階級制度，還可以借由遺址的架構，想象當時的人的生活空間哦。這一站可以看當時王族的墓地，被稱為反山王陵。雖然這些墓地裡展示的都是模型，但可以認識一下陪葬品的等級。在一旁的反山展示館，可以看到當時挖掘墓地的記錄及考古學家如何從陪葬品的項目辨識墓的主人當時的社經地位。原來早在5000年前，祭典用的玉石形狀就和歷年來中國君王所用的一樣，很有意思，值得下車看看哦。對衛路有興趣的話，這一站一定要下。實際上有些遊客對良渚文化不感興趣，都是來這裡衛路的。鹿苑的出入口離下車點有點距離，需要走大約10到15分鐘。入口旁有商店可以買鹿食，而且只能用這個專用的鹿餅餵鹿，不能餵其他的食物哦。要是想多餵幾次，裡面也有商店販賣。餵完鹿後，從鹿苑站上3號線回到南門站，就算完成了良渚遺址公園的行程。總結一下，如果想玩良渚遺址公園的精華，只需要停南城牆站、莫角山站、反山站和桑樹頭站，最後再從鹿苑站上車回到南門站就行了。我們下一站見，拜拜。这只它的左眼是受傷，是不是？好乖哦。